吃完以后食之无痴疾，这就是说吃了以后不会有老年痴呆。食之不妒，吃完以后不嫉妒别人。食之不迷，吃完以后不做噩梦。吃完一个东西，它如果能不做噩梦的话，它这个功效它堪比朱砂呀。Hello， 大家好，我是何登。小邓，之前有朋友一直说你们老讲这些玄的，能不能讲一点大家都知晓的听过的？西游记，水浒传，那个东西可能讲起来以后受众面广，那咱们不成百家讲坛了吗？这也不是不能百家一下，主要是用这种方式，如果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开心也行。对，那今天我们就拿《山海经》带大家一起开心开心。嘿，我以为水浒传呢。水浒传的话，这个得放会员里面讲，里边这个有点暴力，所以呢，说说《山海经》。山海经不是一个咱老祖宗传下来这个奇闻异兽啊，这些东西。对，你也看过哈，有所耳闻。对，它里面讲的比较玄啊，动物啊，有的一只脚，或者人啊，有的一只眼，还有那种那个会飞的这个鸟人都有。就正常来说，人类其实对长相是有要求的。你要看到这个好看的，你会说可爱；你要看到这个俊美的，你说他真帅。你看到这种《山海经》这一个一个的就很变态，丑八怪。所以说怪物太多，你正经的地球不产这个。你这正经加引号了吧？那不正经是哪个？咱们其实按照唯物的角度来说啊，就科学一点来说，咱们现在对地球还不是很了解。那怎么办？就是慢慢了解。每当咱们科学家发现一个新的物种的时候，然后《山海经》就出来了，说你看这个老祖宗之前就写过，龟墟啊，什么昆仑的这一系列的很玄。对，也在这个《山海经》里，就好像这《山海经》里边的所有的这些小怪兽啊，全在昆仑里。是这个意思，所以怪兽多了，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要么是神话，要么是有人把它神化。那这个人呢，不一定是地球人，那可能呢是外星人。做了这么多期了，你说这个，我觉得是可信的。对，就之前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说《山海经》里的动物和人都是外星人实验的产物。你记得咱们有一期讲这个阿鲁纳奇啊，外星人老家塌了一窟窿，要补天，补天呢需要原材料，原材料就是金矿。所以呢，过来挖矿。对，之前说好的挖矿定的 KPI 就是挖多多的矿，补大大的天。那结果来到以后，发现人不够，人少矿多，挖不过来，所以怎么办？造啊！想起来了，这要矿如果没挖到这个既定的吨数，老家那个大窟窿就补不上。嗷嗷灌西北风，所以呢，补不上，你先遣队就有罪，得找人背锅。那之前他们头其实也发话了，说本来人就少。再罚呢，就没人干活了，咱得找点干活的。然后基因工程引入，这时候有一个科学家说他本科就学这基因工程的，这干活这个人啊，交给我来设计。所以呢，这工程就开始了。但一定得注意啊，他造这个的本质还是要完成他的 KPI。对，你还记得这个造的这些人叫啥吗？露露，露露，对吧？这露露长什么样，其实就得看这个基因工程师家的技能点。那举例来说呢，如果这个基因工程师认为露露送货得快点，拿凿子、梯子、扳手什么的快点送，那就得造一种新人。那对应呢，这套理论如果拿到《山海经》里，海内经有丁零国，其民从膝以下有毛，马蹄善走，脚都是那种马蹄的。这也是需求的具象化。颠起来。那如果嫌跑慢的话，要不咱飞起来。海内经与民国，其人长头身生羽，能飞。就他们能飞得更高，挣脱怀抱。虽然这些阿鲁纳奇有飞船，但是呢，还是要人跑起来、飞起来。他们呢，这个坐着飞船，看你跑，看你飞，监工，喜欢看着这个露露干活。就跟这个动物园饲养员一样，喜欢看你们玩耍。但又逃不出我的掌心。对，这种感觉还得拿一本在那记着。这露露跑得慢，怎么这闲下来了？工作是不是不饱和？给福报。就这意思，偷偷给他记下来。这多少号这500，你这个不太适合干活是吧？你太自我了，那就不要留。这人就时光一去不再有了。是这意思。相当于他就属于一个失败的作品，残次品。找一地儿，这一个或这一批搁在那儿，然后后人呢探索地图，发现这些怪物。所以早期学基因工程那哥们儿呢，也是0到1，他经验不多，所以好多这种残次品可能就是后人探索时候遇到了这些人。这个逻辑我觉得是顺洽的。到这点来说是 OK 的哈。他造露露可以理解，也解释了那些《山海经》里面很怪的人。但是怎么连动物也开始变异了？这点呢就不太好圆。所以呢，这点我也是比较困惑，我也是尝试给他圆一下，圆了很久没有圆上。也只能说那个恩基喜欢小动物，额外自己开了一小灶，自己在那儿也造起来了。那就是等于闭关的产物，这是都没量产。所以呢，这个角度去看呢，外星人造人或者是造这些东西，补天有点道理。小动物呢不太好说，
当然这个是一种市面上流传的说法，还有一种脑洞比较大的说法，它甚至它比较像脑筋急转弯啊，说如果这些动物或者人找不到，那会不会是我们理解错了，写书的没有那个意思，我们脑补出了这个意思。那他写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呢？想象啊，这也不是我说的啊，这个之前有一个学者你也认识，梁启超，有名吧？超哥最早提出《山海经》引入了外来词观点的人就是他。那他直接在1920年出版的叫《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写道，这些呢翻译过来就是说，要论最古老的翻译书籍，我得提《山海经》。它可能是中国古代族群在中亚时期流传的神话，直到战国、秦汉时期才用字记录下来，等于就是先有故事后有字。因此呢，《山海经》很多的地名啊、动物名、人名，我都是懵逼的。那肯定不知道，对，他不知道，给你一个画片，我哪知道是啥呀？对，所以他推测有一种可能啊，《山海经》的作者其实并不懂外语，他将一些山川河流、花鸟鱼虫的名字用当地的发音记录在了《山海经》里面。哦，所以我们不知道带方言的，还是这意思。我们举个例子，古代文字不流行，但是民族间的交往其实在东亚、西亚是一直共通的啊，语言也是互通的。比如说唢呐这个词，我们以为是中国的，对吧？源自波斯语，波斯语叫苏尔纳，唢呐都不是我们的民族乐器了。来叫这边呢苏尔纳，对吧？唢呐减去了一下，对，直接音译。那其实呢，之前天涯有一个神帖叫《大洪水之绝密档案》，作者石万昆仑。里面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山海经》可能是一本口语传授的书籍，里面有的就是直接音译的部分，甚至他还推测说这个传授者呢可能是用粤语或者湖南话口述出来的内容。为什么说粤语和湖南话？因为他说《山海经》据传是大禹的臣子叫伯益牵头写的，他呢可能说粤语，所以呢他认为有些看起来很奇怪的其实就是翻译的锅。举个例子啊，《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一地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为大荒之也。现在翻译怎么说的呢？说这个人长了3张脸，一个手臂，三面一臂啊，这直译确实是，对吧？所以这国家一上来就已经是突破现在的人种了，左边正面，无论什么正面、侧面、背面，你能看见他的脸，对吧？没有死角，四面佛嘛，这不是三面嘛啊？所以你打招呼，你这。对吧？对，随便，对，这么来。你试想一下啊，如果说你找人补天呢，你本来是找干活的，需要人手多，对吧？现在好了，脸多，嘴也多，所以这活没干多少，他得吃，他这小声逼逼也少不了。到这儿呢，基因工程这块鸡腿就没了。那你正常造露露，我们按照我们的逻辑，应该是一面3臂，对吧？3头6臂，或者你2臂也行。那石万昆仑是怎么解读的呢？很简单，这是英语。来了，我听听。说的是《大荒西经》里面记载了一帮希伯来人，犹太人的祖先啊，他们是闪米特民族，连起来呢就是闪米特民族的希伯来人。闪米特英文3名希伯来古称 Ibrim， 一臂三面 Ibrim， 我去，三面一臂是这么来的你这么一说起来，就是一臂民希伯来人住在大荒山，是闪米特民族，就通顺多了，是不是？最后说三面一臂不死，闪米特的希伯来人命很大，因为经常漂泊，这个民族也没有消失啊，这么来的，是不是突然觉得很简单是这个你要非得论通顺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不光是英语，对吧？其他语我还得猜是哪儿的方言。脑洞更大的还在后面啊，就画面逐渐凌乱起来了。刚才说这个一臂民啊，是颛顼皇帝的孙子的后代，他是犹太人的祖先。那这么论起来，犹太人是不是也成了皇帝的子孙？有道理，是吧？这就是先祖神一般的存在啊。石万昆仑呢说，翻译的影响其实是相互的，咱不懂英语吧，他们也不懂汉语啊。没错，所以你老听我们说我们的祖先叫什么皇帝，对吧？那皇帝在《山海经》中呢又叫帝江或者江帝，江这还是老的辣。对，江呢粤语呢读江帝，所以西亚的人老听这个就会把江帝读成江帝，这个词就出来了，粤语翻译过去了。这个推论呢不仅让《山海经》变得接地气，顺带着把中国古人变成了西方的上帝这有点意思，是不是我们一统世界了这个好像比刚才的那个外星人脑洞还要大，但是又很简单，是不是？那类似的说法其实在龚玉海先生，他也是专注研究《山海经》30年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那本书里面也提到类似的观点，而且更刺激了。史记之前记载
还是皇帝，咱们炎黄子孙嘛，老祖宗。皇帝生于轩辕之丘，国于有熊，故号有熊氏。现在的翻译是说这个国家产熊，所以这国叫有熊国。嗨，这也太直白了。他们那人呢就是有熊氏，姓有熊。皇帝要自我介绍的话，就是我们家是有熊那边的，我们家老家呢盛产熊。我老家盛产貂，对吧？这样的一种交流。在龚老师解读是熊在古代呢是叫皮，可以看一下这个字啊，这古汉语字就是这样写的，这个你现在也能查到，有据可查的啊。对，那有熊有这个读音很有趣，按照古人类语言诺斯特拉特语，有的发音呢是 l， 有熊连起来就是 lp， 你去查一下这个词，就会发现它呢对应的是阿尔卑斯山，所以一下呢，相当于把皇帝老嘎呢推到了阿尔卑斯。肯定这有一堆人反对啊。但是其实龚老师也说了，这不妨碍他长在中国，只是说以前呢老家封地是在那边，那阿尔卑斯山有很多熊。这里面汉语的翻译就很精妙，就直接叫有熊，单纯的是这个地方因为有熊，所以叫有熊地儿，就这么一个意思。对，直译了这是。对，皇帝呢长在中国嘛。从阿尔卑斯那嘎达直接上中国也挺远啊，你好几代变迁，它是往祖上推，所以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呢，对于《山海经》的翻译解读就是另一种解法了，它也没有那么多的玄幻色彩，那里面有各种奇特的居民，也许就是不同种族而已。至于那些野兽呢，其实很多也是被证实真实存在的。你比如这个是《山海经》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个动物，叫鹿鼠，其状如白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其音如尧，其名曰鹿鼠，配之一子孙。这个已经查到了，叫霍加丕，它呢是在刚果布拉柴维尔。以往的山海经会认为是中国地理图志，普遍认为是中原，但现在你可以看到陆续出现的动物对应上的都不是中原独有的。再比如这个山海经东山经记载，余额之山有兽焉，其状如图而鸟喙，吃目蛇尾，见人则面，名曰求鱼。这名字都没改到现在。这个动物园见过好像是。但这俩字我那时候不太会念，那现在知道了哈。它的产地呢是在中美洲、南美洲，又出中国了吧？那你再看这种类似的比比皆是啊，比如北申经记载的河流之鱼，一手而食身，其实是章鱼。那会儿他也不知道咋形容嘛。对，爪子这么多。对，然后你再看大荒南经的这种，有欢头人，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仗义而行。真仗义啊！这鱼很仗义，长得是张人脸，叫欢头人嘛，其实是企鹅。这跟人脸差哪儿去了？这个就得说啊，你得想《山海经》的成书2000多年以前，甚至再早，那个时候的人没有手机，他们能见到的动物并不是那么多，并且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没有细致的像现在这样直接分成猫科动物、犬科类，对吧？所以见到一个只要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它可能就是人面。明白了，这个概念啊，跟人很像。对，你见到一小猴子都眉清目秀的，那这大概是个人吧？你比如这个巴西特有物种白耳龙，那这个在某音上经常看啊，就是离远了看真的跟人一样趴在那个树干上，很吓人。写了10只善斗，吃完以后你走路速度加快了，充能了它只在南美洲出现，所以上面几种都可以在现实里对应啊，也有一些对应不上的。大荒北经里记载的这种西北海之外有一个物种叫烛龙，听名字就跟之前的不一样了，带龙啊，厉害。这叫烛龙的家伙怎么个厉害法？眼睛一闭天黑了，眼睛一睁天亮了。我也是，这招我也会啊。不是他闭，你看到的是不是自己的世界啊？是这样的，他能控制昼夜。对，所以他这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好，也有网友说他这个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嘛。那网友姓杜，可能是阿杜啊，对吧？但是呢，这个现在很多学者破译，它不一定是生物啊，有可能是一种自然现象，极光。有这种推测，你想那个时候也没有司天监这种机构，所以呢，对一种特别神奇的自然现象就会产生联想。但是极光这种现象出现也是分地域的呀。对，所以之前提到《山海经》呢，觉得是神话，意味着说它里面基本都是杜撰全假。但你现在发现里面有一堆都是真的，你这种半真半假就很难去证明其中另一半怎么是假的。对，但是有的人已经认为说现在已经证实了嘛，就是很多是真的，是吧？对吧？你之所以认为它是假的，是因为你还没遇到。那这个理论也是很多人都说过啊。对，
这些能对应上的动物的发现，意味着《山海经》的视角要更广阔，需要是世界的范畴。近代郭璞在给《山海经》做注的时候，他看过《山海经》的这种全貌图，他说这个图译作牛形，长得像个牛。那这和我们现在的世界地图是对应不上的。有人就专门推论，他有没有可能这个《山海经》的地图就像现在很多男生的腹肌一样，最开始是一块啊，后来练成8块了。哎，对，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吧，就是地壳运动嘛。对，板块之间，哎，是吧？大洪水啊，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的祖先才能在它是一块的时候走那么多地方。如果你分开以后，可不好过去。对，这船都不好弄。对，有人说你这个举的例子都是孤证，有没有更确切的证据？还真有人有这种科研精神啊！就美国一个女作家叫莫茨，写了一本书叫《几经褪色的记录》，因为她个人比较喜欢《山海经》，觉得里面不一定是假的，所以她是愿意以这种世界的视角去看。那她用自己的脚，这一步一步，4爪牙，哎，似魔鬼的步伐，她用这种步伐，她去验证了《山海经》东山经这一趴。去用脚丈量了东山经整体的地貌，那里面写你往东多少里它就走多少里，往南多少里它就走多少里，走到那儿以后验证山海经里面记载的地貌、植被、矿石、动物是不是真的。这个可能有点不太准上了，因为过去那会儿的生态环境跟现在也不太一样。哎，他其实在做的时候并没有这些预期啊，他自己去估算。举例来说，东山经、东次四经一共呢全长他写的是1720里，换算成现在就是573英里。那他用双脚一步一步走过去，一个山峰接着一个山峰的计算，那恰好是570英里。他说比中国人算的少了3英里。里面的山脉基本是吻合的，里面的动物植物也大多能推测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他还发现中国关于这个后羿射日的神话，其实也是印第安人部落流传的故事。那这印第安人祖先也是炎黄子孙，哎，也有这个可能啊。他能长这么黑呢？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晒嘛，那边阳光好，甚至于说有这种图片的证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是美国印第安伊洛魁族保存下来2张鹿皮图，左图呢名为轩辕酋长李天启年图，皇帝的事情；右边呢是蚩尤封后归墟扶桑职业图。这2张图呢是见到1991年的美国华盛顿国家地理里的那期啊。这2张兽皮图某种程度可以佐证，在5000年前中国有先民移民到美洲，文化也带过去了。哎，所以他经过自己的这种实地探索，他的结论是，过去2000年一直被世界认为是神话的《山海经》，其实并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文字记录。它印证了中国之前已到过了美洲。严格意义上，还不是哥伦布发现了，是吧？哎，哥伦布远远在他之后了。对，我们自己就先拿脚丈量过去了。哎，而且住过去了嘛。其实《山海经》呢这本书的写法也比较有意思，它一般的都是说先向哪个方向走多少里，向西300里，类似这种介绍一个地名，然后这个地方有什么生物、什么矿物，以及有没有神话故事，这么一个模板。那写的就是那几件事儿，往哪儿走，有啥人，有啥动物，能吃不，吃了有啥疗效，都是类似这种，感觉更像一个科考报告。哎，有这种感觉。它里面提到这个吃啊，一般动物都会跟一句吃完以后的这个功效，经常会出现吃的很随意啊，比如吃完以后食之无痴疾，这就是说吃了以后不会有老年痴呆；食之不妒，吃完以后不嫉妒别人；食之不迷，吃完以后不做噩梦。吃完一个东西，它如果能不做噩梦的话，它这个功效它堪比诛杀呀。而且它这种吃的和传统意义的食补不太一样。咱们中医那期讲过，吃东西是补阳气或者补阴，对吧？对，它这吃完了能改善情绪，不嫉妒别人，你这个性格都变了。你说给我爸买一这个，老下头吃完以后心态怎么这么平和，也不争也不抢了。哎，我儿子买那黄鸟吃的，那搁现在这黄鸟就得直接灭绝嘛。并且它这个吃法，其实你吃完的功效就感觉很像这个有一观察小组跟着说，今儿咱们探索到了海外了，抓个鱼，一个人在那儿抓，旁边那个给他摄像记录，抓完以后啪放锅里，来吃，几个人在那儿吃完以后怎么样？问他感觉，来劲了，就这种啊，有点像现在那个户外主播啊。哎，有这么一个小团队跟着。对，那当然有的也没写功效，就可能没逮着吧。没逮着的话，他怎么说呢？他就会描述这里面动物叫声。那举例来说，北山经描述了这个精卫，填海那个，哎，就是那个说其名自啸。那这个啸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鸣叫的时候自己叫自己名字，这就很像之前那个宠物小精灵里面那个，你看皮卡丘，皮卡啊，对吧？种子妙蛙种子啊，哎，种子，他就是精卫，他要么就是吃，要没吃着写一下它叫声。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你逮了这么多动物，那你《山海经》是不是后面少了几个字？你全称应该叫《山海经典食谱》，
或者百科全书，这种感觉。所以这本书呢，它描写的东西很玄幻，然后呢，吃的也很玄幻。所以现在呢，大多数评价自然就很玄幻。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如果以逻辑去推导下，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以前食物匮乏，大家都很饿，大家的住所也不确定，连年征战。那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领袖，他可能是宇智丸水、百废待兴，也可能是别人，他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角度，他号召大家说，我们探索一下，写一下这个周围的活动范围，特别是有什么吃的，适不适合人生存。于是呢，派了很多人在他们出发之前给大家发了一个模板，那个模板大家写的时候一定要写你从哪儿到了哪儿，那个地方怎么样，有什么人，有什么动物。有可能。越听越像人口普查，是不是？然后呢，并且分一下工，你呢去东边，你去西边，那你写海外，大家分头行动。这样说就合理多了，不然你一个人走遍全世界也不太现实。这种写法其实不陌生啊，圣经也是这么写的，它也是由多人完成，并且是在以前的基础上陆续的。那古人呢，文化水平有限，出门也少，词汇量匮乏，所以你看到一个动物，你真看到了，有鼻子有眼，那我只能写人面，它不会写猫科，对吧？包括咱现在出版的这个图，有一个人脸，后边接一条蛇，这也没法看，很玄乎，也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你看这种九尾狐呢，正常理解9条尾巴的狐，中国小精灵也有。喷火那个，它那个不是6尾进化之后长成了9个尾巴，对，又加了3条。9在古代其实有很多意思啊，九五至尊，有这种无穷顶上这种意思。那还有一种可能，你9尾是一种看上去这种样子，它可能这个动物确实有尾巴和好多毛，很长时间不洗感沾了，打结，很大撮野尾巴，又或者是有9节。所以这种你在描述的时候，你写了一个9尾，到后世就会有各种歧义，它会联想嘛？对，那你遇见的那些人呢，你可能就是各个部族因为英语或者其他语言翻译的问题，翻译出来各种稀奇古怪的。又或者因为你看到他们穿的衣服有那种本身的图腾崇拜，他穿一个鹿皮在身上，穿一个鹰的羽毛在身上，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很像现在的 cosplay， 图书人穿着这种衣服，画着这个动物的妆，口口相传成为书里的样子。那总之不管是音译还是认知问题，但实际付出行动去为我们探索世界的这些先辈都值得我们尊敬。